相信很多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已经认识我了。我在油管上做了自己的视频频道，叫糯米之家，分享房地产投资相关的经验和认识。这个呢也是做了一段时间了。我在上面讲的思路和分享呢，因为是中短视频，讲的比较零散。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整理了一下，跟大家系统的分享一下我的思路和做法，供大家参考。跟大家讲讲怎么样在加拿大通过投资房地产实现财务自由。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是2009年来的加拿大，在多大读的书，读的是多大的管理学学士，金融方向。上学期间呢，在贝街上做过多次的金融行业的实习，也做过11门课的助教和助研。这个数量和质量在历届学生中呢，也确实是一个记录。毕业之后呢，我在多伦多大学的金融实验室做经理，这个工作主要是做金融市场的研究，以及教学生使用金融数据库软件，帮助多大的学生更快适应的职场，教一些教授课程中不包括，但是行业又非常需要的内容。同时呢，我是全加拿大唯一一个同时持有 CFA 和 FRM 两项金融证书的房产经纪人。我也是当届学生中最快考到这两个证的人。和我一起领 CFA 证的人呢，很多都是比我大3届以上的学长学姐。从大学期间开始呢，我累计使用8万加币投资房地产，毕业前呢赚回了6位数的留学生学费。这13年的加拿大房地产投资经验，累计使用了150万加币的本金，在加拿大投资了数十套物业，包括民宅、商业物业、学生公寓，总收益呢也是超过了8位数加币的。我翻建过多处豪宅独立屋，包括自己的自住房。有关注我油管或者小红书的朋友，看以往的视频呢，我也提到过，之后我会跟大家聊一聊翻建这个事情。我的团队2021年做了265单生意，接近每个工作日1单。同期呢，市场的平均值是每个经纪人差不多做3.8单生意。我连续多年做到了 Royal LePage Signature 这家公司华人经纪的第1名。我开发了一个概念，就是10套房俱乐部。目前呢，有超过50位会员。我立志帮助所有的合格房产投资人实现最低成本购买10套房，成为千万富翁的目标。闲话不多说啊，进入今天的正题。在加拿大如何通过投资房地产实现财务自由？想实现财务自由，要先知道什么标准算财务自由。所以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加拿大人民的收入和资产情况。根据2022年的数据，收入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前1%的人年收入是25.8万，2%的人是19万，前5%的人是13.2万，前10%是10万2千，前50%呢是3万7千多。这个收入基本上是主动收入，你开店、上班、搬砖，通过劳动换到的收入。除了挣钱之外呢，人们还需要生活支出，还需要交税。最后可以剩多少钱？我们也来算一下。我拿新源小王来举例，小王每年挣着前1%的收入25.8万，在安省税后可以剩15.9万。同时呢，我们假设小王使用最便宜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用了网站 Lowest Rates 上面的数据。你听到这个网站的名字就知道，这么生活很可能不是你向往，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身价，肯定是低于普通白领的生活标准。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网站上看看具体是怎么算的。其实很多费用是没有包括进来的，任何奢侈消费都没有包括 OHIP 以外的医疗费用，额外的人身保险，个人上学进修的费用，外出和朋友聚餐娱乐的费用，每年旅行休假养孩子的费用，
所以这个算法呢，基本上是最低的生活标准。按这样一个方法算出来，我们每年需要花4万加币。在多伦多生活的朋友都知道，4万加币在多伦多生活真的是个伪命题。不过我们还是先按这个数字算，简化一下，约等于16万的售后收入扣4万的最低生活标准，得到了每一年可以剩12万。看着好像还是不少。这里面我们其实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行业的变迁和职业的风险。长期来看，所有的行业都是夕阳产业，大家一定要深刻理解这句话。古代可能几十代人都是从事一个行业的，近现代呢，可能一代人一个样。过去50年，中国大陆差不多就是这样。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历多次产业革命，一代人就会变好几个样。所以我们的主动收入肯定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所以你觉得一个人收入可以一直比较容易的保持在前1%吗？这件事情容易吗？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国内被35岁大厂裁员支配的恐惧，有一些公司呢也叫毕业。在北美，60年前最好的行业是汽车、设备等制造业，40年前最好的行业是律师、医生、教授，20年前最好的行业变成了金融和计算机。但是这些行业发达了以后，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工资一直是没怎么涨，甚至是跑不赢通胀的。比如美国60年前的汽车工人为例，待遇水平可以说是一直在下滑的。当年一个工人可以养活伴侣、4个娃，开好车、住大房子。现在这些传统造车公司很多都是每年徘徊在破产的边缘的，他们的员工日子也不好过。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只要走到巅峰，就会从成长行业变成成熟行业，最终不可避免的变成夕阳行业。长期来看，所有的产业都是夕阳产业。当下最有潜力的科技、人工智能、电动车，也是用了不到1代的人，就会变成成熟产业，进而可能进一步变成夕阳产业。所以劳务收入看的主要是 present value 当下的价值，投资呢看的主要是 future value 未来的价值。财务规划和投资在人生中是非常必要的，它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的钱可以花得更长久，避免人生中最重大的遗憾。赵本山小品里说的就是人活着呢，钱没了。如果你很幸运，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就拿到了25.8万的年薪，勤勤恳恳干35年，大约可以攒下420万。这需要你的行业不衰退，需要你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是前1%的收入，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你很幸运，身体健康，不被裁员，不丧失工作能力。每一条其实都挺难，这样你才能退休的时候剩420万加币。最后我们还需要注意，这是35年后退休时候的420万。毕竟1985年到2020年，在加拿大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率不高的国家，总的通货膨胀率也有125%。所以这个未来的420万放在今天就只值187万。好，说完了收入的情况，再来看看加拿大人的财富情况。资产的差距跟收入比是更大了的。收入里面1%和50%是差了一个数量级的，差距不到10倍。资产前1%和前10%就已经差了2个数量级了，一个是8位数，一个是6位数，已经超过10倍了。前1%的资产的人来到了1000万多一点点，这个1000万是今天的1000万，不是35年后的1000万。财富自由是没有明确定义的，真正的财富自由是有随时选择不工作的权利，这呢需要有资产，也需要有足够的被动收入。我个人认为，在加拿大有前1%、8位数加币的净资产，这肯定可以被称为是财富自由。这样的话，你每年存银行拿1%的利息，也足够非常富足的生活。如果大家有志退休前实现财务自由呢，希望大家可以照着
这个前1%的资产为标杆去努力。好，灵魂拷问来了，前1%收入的人每年剩12万，你拿着手里的12万对比一下别人兜里的1000万加币，苦思冥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别人前1%资产的人能有1000万加币，我挣着前1%的收入，跟前1%资产的人却差着10万8千里？为什么周围挣到前1%收入的人经常看得到，但是有前1%资产的人却凤毛麟角？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挣着前1%的收入，最后可以剩1%的资产，这叫人生打平；挣着1%的收入，最后剩5%的资产，这叫人生输家；挣着5%的收入，最后剩1%的资产，这才叫人生赢家。不管在座的各位怎么考虑，我肯定是不满足于人生打平的。如何最低成本实现财务自由，按今天的购买力实现1000万加币资产，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具体的内容。很好，成功的贩卖了一波焦虑。想了解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们积累下1000万资产，实现财务自由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加拿大的基本国情。加拿大第一个基本国情就是税率高，尤其是收入税。加拿大是真正的万税之国，挣钱要交收入税，加油交碳税，还有消费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土地转让税、变相遗产税。光这个税种呢，我就可以给大家说一段贯口了。尤其是个人层面的收入税率是高到让大家不想工作、想躺平的。拿安省举例，最高的联邦加安省的合并税率是 53.53%， 所以想靠工资收入来积累财富不是不行啊，但是这个方案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加拿大是一个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我们隔壁的邻居美国就是一个相对更低福利、相对更低税收的国家。加拿大的综合收入税率跟美国比是高了一个量级的。同时呢，美国自住房房贷是可以抵税的，加拿大不可以，这样呢，其实又额外增加了一些税。想靠纯收入积累1000万资产，可能得是猛龙队当家球星西亚卡姆这样的人。2022年，这个小伙子赚了3300万美元，一年就可以实现前1%资产。不过呢，这个大多数白领是不具备参考性的。在加拿大，绝大部分投资的收益税率是相对较低的，封顶的税率呢，基本上是个人收入的50%，确实是比个人税率低得多的。不只是加拿大，基本上各个国家投资收益税都是远低于收入税的。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对中产阶级的一种压榨，也是各个国家吸引资本的无奈之举。人的流动和工作机会的流动是相对困难的，资本可是长腿的，而且长了飞毛腿。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利得税太高了，钱第二天可能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大家呢也不太敢把资本利得税定得太高。从这个税率和可行性的角度，想要积累前1%的资产，收入加投资两条腿走路几乎是必然的。第二点，加拿大的国策，其实加拿大没有明确说自己的国策是什么，这一条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的。加拿大有2条比较明确的长期执行的国家方针。第一条是长期保持2%左右的通货膨胀率，第二条是长期保持1%以上的人口增长率，本世纪末要实现人口1个亿。这边呢，我放了个图，显示了全世界国家和地区倒数的人口密度。果不其然，加拿大排在了倒数前列，剩下的大部分国家相信大家也不是特别熟悉。这2个国策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经济稳定和人口增长。经济稳定意味着没有战乱、大规模失业、严重信用危机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都没有。中产阶级更容易过上相对安定和富足的生活，中产阶级的财富更不容易被剧烈波动的经济形势血洗。人口增长意味着加拿大会保持友好的对内对外政策，
积极改善居住生存环境，提供优质就业机会，用于吸引更多的人移民来到加拿大。如果把俄罗斯比作披着国家外衣的石油公司，那么加拿大就是披着国家外衣的度假村。加拿大在世界的主要国家中接近最低的人口密度，给大量移民进入带来了必要的机会。像中国、印度、日本这样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移民和靠移民经济创造 GDP 的机会。所以你的投资甚至是工作机会肯定是绕不开加拿大吸引移民这个重要国策的。包括我自己和在座的绝大部分听众，相信大家也都是移民的一份子。第三个国情，受惠于大量移民人口，加拿大就业充分，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加拿大的人均 GDP 我是长期看好的，在 G7 国家中2020年排到了仅次于美国的第2名。加拿大一直用了非常聪明的跟随战术，紧跟美国的脚步，截留了很多美国保守主义影响后拿不到绿卡的优质人才。大家在朋友圈里有没有刷到过有的人被美国 H1B 签证抽签支配的恐惧？我有多个中学同学都是因为老抽不中签证从美国来到多伦多定居的。随着居家办公习惯越来越明显，也是由于制度相似、教育程度相似、生活习惯相似，美国的大公司未来是有在加拿大招人、开分部的需求和动力的。这样呢，就给加拿大留下了优质、高薪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比如几天前 ，Meta 这家公司就是 Facebook 宣布要在多伦多创造2500余个开发工作岗位。这种职位的一般的起薪，即使按照美国的工资打折，也是接近或者超过加拿大前1%收入的群体。好，知道了移民是加拿大经济的命脉，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加拿大的产业结构是不是匹配了移民这样一个属性。加拿大 GDP 的前5名，第1名是房地产，第2名制造业，第3名矿业与能源行业，第4名金融保险行业，第5名建筑及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建房子、公路、桥梁。这里面除了矿业和能源行业不是直接跟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行业，其他几个行业都是服务于人口增长、移民涌入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的。房地产不用说，让人们安居乐业。制造业除了大型机械以外，相当一部分造了建筑材料和生活相关的用品，比如大家人见人爱、一人一件的加拿大鹅。金融保险行业也有很多部门是服务于养老金、房贷、房屋汽车保险、人寿保险，这些都是用于民生 well-being 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建新的房子、修桥铺路、修地铁，对生活的意义非常巨大。再往下看，第6名健康产业是健康的研究和医疗，第7名公共行政支出，也就是公务员。这2部分也是直接关系民生的行业。从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不难再一次看出，加拿大的经济就是建立在吸引移民，并让移民来到加拿大安居乐业的基础上的。我们无论是就业还是投资，可以说都绕不开这个逻辑。想主动绕开这个最核心的逻辑，做其他的产业来追求财富自由，也是更加困难的。第3部分，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在加拿大的投资和投机有哪些方式。既然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怎么最低成本实现财务自由这个愿景，在加拿大有哪些机会可以帮到我们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我是学金融科班出身的，在加拿大股票、金融衍生品合约、基金、保险、房地产这些行业中，可以说我都亲自做过或者有过非常深入的了解。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一个金融学的模型也是一个金融学的基础图，叫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这个是金融学的核心逻辑，公式呢就不给大家写了，避免劝退部分观众。这个图什么意思呢？横轴是风险，
越往右风险越大，纵轴是收益，越往上收益越大，收益和风险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右边呢会有一些蓝色的点，这里的蓝色的点是不存在的投资产品，只有这个蓝线里面的是真正存在的。我们把相对领域里面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产品连成一条线，就形成了一个边界，叫 efficient frontier。这里呢是无风险收益率，我们把无风险收益率和所有存在的投资产品 efficient frontier 做个切线，就得到了一个 ideal market portfolio。这个 portfolio 资产池可以说是最佳投资产品，风险相对最低，收益相对高。可以跟大家剧透一下，在加拿大这个投资产品就是房地产。好，这页的这个图我花了2个晚上才做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所有的投资产品的参赛选手。第一个是无风险债券，第二个低风险债券，第三多伦多房产价格的走势，第四多伦多证券股票指数，第五比特币，第六其他空气币，第七彩票，第八赌场游戏。这边要强调一下，你可以举1万个例子啊，你有一个朋友买哪只股票发了啊，或者是买彩票中大奖了，这个呢是幸存者偏差，我们不讨论个例，我们讨论的是平均情况、平均收益的情况下，买哪一种产品收益率到底怎么样，把我们自己都当一个普通人，没有额外的运气。好，第一组产品是这个绿色框框里面的4个产品，在我看来呢，这些都属于正经投资产品，它们的特点是参与了社会生产，提高了资源分配和使用效率，增大了社会总的 GDP。这些产品在促进 GDP 增长的过程中分了一杯羹，这一杯羹就是对应的收益。这些产品呢，也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重点了解和投资的产品。在图上就是这4个点，它们相对来说是风险比较低的，因为横轴是风险，相对来说风险比较低，而且预期收益率是正的，在这个横轴往上。我们在房地产市场和银行接触到的基本上就是这几样产品，或者是他们的衍生品和他们的组合。债券呢是大家不经常参与的内容，房地产和股票我等一下会进行具体的比较。房地产的收益和风险综合表现来看，都是会跑赢股票的。第二类产品是这个红圈，比特币和其他空气币。这些产品的特点是设计宗旨就是零和游戏，这个类别开始可以算投机了，之前那是投资。投机产品他们的预期收益率都是0。前2天巴菲特年会也讲到了，巴老爷子认为比特币的价值就是0。我个人是非常认可这个观点，比特币是资产阶级剥削中产阶级，发达国家剥削欠发达国家的又一时代产物。毕竟黄金、石油、美元计价开始不好使的时候，我们发现比特币坚持使用美元计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自行展开讨论，自行联想一下，我就不讲了。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设制作币的成本是0，毕竟会编程发个币并不困难，即使现实中需要挖矿产生费用，这些费用呢也没有被发币的人拿走，而是凭空消失了。现在挖矿成本很高，是因为大家卷造成的，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应该有成本。出现的这些成本也实际上成为了 sunk cost 沉没成本，算上挖矿的成本，其实空气币和比特币预期收益率也是负的。我们假设最开始还是0成本挖币，或者接近0成本拿到币，他们以击鼓传花的形式，比如以3万美金的价格卖给后面的买家，前面的人就赚了3万美元，后面来的人呢就亏了3万美元。当然你能继续往下卖就可以避免这个成本，最后一个卖不动的就最终吃掉了整个购买比特币或者其他空气币的成本。整个游戏的设计逻辑里面，如果有人盈利了，不是帮助整个社会产生 GDP 带来的收益分成，一定是通过波动造成的你赚了别人的钱，因为它的总设计收益就是零和游戏，但是风险或者说波动是很大的。我们在市场上买比特币或者以太坊，原则上讲买的是它的波动属性，期待波动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它的本质。像 P2B 这样在国内被整个行业全面清退宣布违法一样，比特币在国内呢也是被禁止了的。
如果被所有国家禁止，比特币或者其他空气币最终的价值一定会归零。它能不能长期保持价值，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态度。如果有国家愿意用国家信用背书比特币或者其他币呢，才可能使这些币不只是代币，而真正成为像黄金一样的有价商品。币圈的另外2个问题是：第一，谁都可以发币。狗狗币最开始发布的目的就是为了嘲讽比特币是坑人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买，一定要买头部币种，乱发的空气币很多价值已经归零了。第2个问题是，各种币过分容易被做庄。一个产品如果可以被轻易的做庄操纵价格，而你又不是这个庄，尽量就不要碰了。币圈最大的庄就是火箭教父马斯克，他可能觉得造火箭实在是太费钱了，经常用社交账号操盘币圈，用韭菜的钱造自己的火箭，让韭菜们买不起特斯拉。而且 SEC 也不监管，就给他留了一块法外之地。我的基本逻辑是，我觉得比特币和其他的空气币是没有价值的，我是肯定不会买的。涨了我也不羡慕，不凑这个热闹。如果大家一定要买，只能买头部币种，不要碰空气币，也不要放太多的钱进来。第3类产品就是这边的赌场游戏和彩票。这些蓝色的点是我选了几个赌场游戏，算了他们的预期收益率。这边呢，角落里是彩票。他们设计出来的目的已经不是零和游戏了，是复合游戏。目的就是为了赚你的钱而设计出来的。你知道他们会赚你的钱，他们知道你知道他们会赚你的钱，但是还是有人玩，因为设计出来的波动让人们产生了快感。为什么说他们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骗你钱的呢？因为赌场游戏的预期收益率都是负的。赌场和彩票发行机构是明确的、合法的，可以在数学概率上赚你钱的。赌场优势一般来说是 5% 到 15%， 也就是说，预期收益，你每玩1块钱的赌场游戏，赌场可以赚5分到1毛5。当赌场概率上已经赢了你的时候，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他们不会关心你单局是赚了钱还是亏了钱，只需要你玩的钱数总量够大，赌场就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彩票的预期收益率大约是每玩1块钱损失5毛钱。为什么呢？因为彩票的销售只有 50% 用来做奖池，付奖金给大家，这个收益率可以说是最差的，但是呢，同时波动也是最大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年终奖最高500万，实际上是2块钱的彩票。有一个有趣的错觉，为什么看上去赌场游戏赔率比彩票好，但好像赌钱输得更快，比例更大呢？那是因为彩票玩的局数少，好几天才能玩一局，赌场呢，你一天可以玩100局。如果大家一定要买彩票，1赔2的，真的就别买了，要买就要买大奖5000万的这种。如果大家玩赌场游戏的话呢，只有德州扑克这一项游戏是有可能长期赢钱的，因为你的对手是不会玩的鱼，你和赌场一起赚了鱼的钱，赌场赚了大头。所以综合看下来，真正的投资只有债券、股票、房地产3个类别，其他的都属于投机，长期来看是没有前途的。投资和投机最大的区别就是内置的逻辑里面是否能产生长期的正向收益，创造 GDP。 投资对应的是社会进步产生的正向收益，然后在中间分了个成。投机对应的是一个规则体系内创造出来的零和甚至是负收益游戏。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投资和投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投资是普通话，投机都可以广东话。好，我们下面来讲一下投资产品到底应该怎么选。长期投资收益正的呢，就是刚才讲到的3种：债券、股票、房地产。你能见到的任何基金、保险、理财产品，最多就是一批人集资给你打了个包。这几类产品都买点，按一定比例做个组合，其实并没有跑出这3个产品类别。债券并不是大家碰得到的，
基本上玩家都是大型机构和国家。这边呢就不做具体分析了，主要还是来分析一下我们能碰得到、摸得着的两个投资产品：股票和房地产。我今天呢着重给大家做两个比较，第一个比较是加拿大房地产和美国房地产的比较，第二个比较呢是多伦多的房地产和股票投资的比较。加拿大跟美国比投资房地产的两个巨大的好处，第一是债务违约率更低，系统性风险更低。在加拿大买房子可以说是无限责任的，如果一套房子你还不起钱了，银行会拍卖你这套房子，拍卖你第二套房、第三套房、你的汽车、股票，直到你破产。美国则不是，大部分情况下，美国人一套房子房贷还不起了，银行只能追讨对应的抵押物，不能追讨抵押物之外的资产。听起来加拿大的追讨方式有点恐怖，不太人性，但是呢，这直接造成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更稳定。2008年压垮美国房市和次贷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有能力偿还钱的人发现贷款余额已经高于房子的市价了，他们决定主动不还钱了。这里面呢不乏很多律师、医生这样的高薪人员。多伦多不是这样的，多伦多你不还了，他可以把你其他的资产都清掉，所以在加拿大主动不还钱的这批人数量是非常少，所以多伦多2008年的房价是没有跌的，其实是微涨的，只是交易量下降了。这个呢也是受惠于加拿大房贷无限责任的游戏规则，也是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我们会发现加拿大贷款违约率常年维持在美国的1/10以内，多伦多的贷款违约率更是降低到了0.1%以下，美国呢是常年维持在4%以上的，疫情以来最高的时候到过接近2008年之后的违约水平8.22%。总体债务违约率更低，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更低，市场更稳定健康。第二点重大好处，加拿大利率更低，现金流更好。最近加息了，现在在加拿大差不多能拿到2.5到3的浮动利率和4%出头的固定利率。美国的利率呢，长期维持在比加拿大高1.5%到2%的水平上，这个利息差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买房子赚的到底是什么钱？或者说买房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利润来自于哪里？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的答案和我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学了金融的人，我对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的房地产都是进行了一些了解。我对房子的定义，它是一个每天生产 shelter 的机器，每天制造一个 hotel room 一样的一天可以待在里面的空间。所以我们买房子赚的是什么呢？赚的是通货膨胀率带来的房屋增值，也就是制造 shelter 的这个机器本身的增值，加上租金收入，就是这个机器产生的产品的价值，这两项的和利息之间的差。所以你想挣房地产的收益，利息是不能太高的。美国比加拿大高2%的这个利息差，吃掉了房地产长期收益中的很大的一部分。你在美国每年少2%，每年少2%，就这么来的。这使得美国投资房地产远没有在加拿大投资房地产收益稳定可靠。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更多喜欢买股票，加拿大更多喜欢买房子。好，我们呢再来对比一下加拿大的股票和多伦多房子之间的这么一个比较。从2000年开始算，多伦多的股票平均收益率是4.8%，波动风险呢是15.53%，增值了15次，贬值了6次。多伦多的房产平均收益率是7%，风险是4.39%，增值了20次，贬值了1次。包括我刚才提到的2008年房价是没有跌的，只是交易量下降。唯一一次的跌幅呢，来自于2017年的外国买家税调整。多伦多房产之所以能表现如此优异，总收益高，风险低，依然呢要归功于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和稳定的移民人口增长。加拿大的国情决定了，在加拿大房地产就是最好的投资产品，因为它跟加拿大长期增长的愿景是最直接挂钩的。好，又来一个灵魂拷问，房地产即使每年可以比股票多1%到2%的收益，那怎么样能让我成为千万富翁呢？感觉这个收益率还是不够的呀。答案是我们买房子用了便宜且安全的杠杆。便宜就不多说了，这是中产阶级基本上能借到最低利息的债务。我们呢，主要来聊一聊安全。我们做任何投资需要保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要输光所有资本，被从赌桌上拉下去。被爆仓是一定要避免的。这就要提到房地产的巨大优点。股票市场被爆仓的概率主要看你的杠杆率，而房地产市场永不爆仓。股票和房地产都是很不错的投资产品，它们都只有一种亏损方式，就是在低点被迫卖出。如果可以不被迫卖出，即使我们股票买在了2008年的股市高点，或者房子买在了2017年的楼市高点，我们只要一直持有，到现在看来都是赚钱的，而且赚了很多。原因刚才提到了，因为这两者都是分享长期经济发展的红利的。只要人类的经济总量在上涨，那么房地产和股票的价值长期都是会上涨的。那么在爆仓问题上，楼市和股市有什么主要区别呢？买股票，如果我们用1/3的本金，2/3的杠杆，那么在现在的股票市场下跌过程中，我们随着股票跌就会被券商 margin call 要求补缴准备金。如果股票跌了30%，我们就要被强制平仓了，我们的资产就变零了。这就是上面说到的唯一亏钱的方式，在价格低的时候被迫卖出。这个时候，如果股票价格再涨到原始的100%甚至200%，都已经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你真的按上面的方法买，就是用3倍杠杆，1/3本金，2/3杠杆。最近一次被爆仓是什么时候呢？答案是2年前。如果你在2020年2月14日这一天买了多伦多股指，用了3倍杠杆，1个月之后你就被爆仓了。这个答案呢，听起来还是很恐怖的，炒股的生涯有点短。也是因为这个机制的设置，爆仓的风险，我们如果真的要买股票，真心不推荐大家用杠杆，风险大还贵。股票里面的杠杆比房贷的利息普遍是要贵1%到3%的。跟股票相比，房地产是永远不会爆仓的。根据加拿大的银行贷款规则，我们如果100万买了个房子，本金33万，贷款67万，当房价下跌到60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贷款67万，房价60万，这个时候贷款已经比房价多了。答案是什么也不会发生。银行不会跑过来跟大家说啊，你的抵押物现在价格不够了，多交钱给我，不然我收回你的房子。他们不会这么干，因为这是由银行的底层规则决定的。加拿大的银行体系就是这样，批了就批了，中间不能再重新估值。也就是说，房价下跌的时候，我们只要保证自己的现金流能支持自己继续持有房产，就不会出现银行或者我们自己强制在低点卖掉我们房子的情况。我们在管控风险的时候，只需要做到算好租金可能带来的损失，并应对租金造成损失的这个还贷压力的增加，就可以基本管控住自己持有房地产的风险了。现金流可能的损失跟房价本身暴跌相比，这个风险是小得多的。我们买房子实际上主要的风险是现金流这样的小风险，而不是市场波动这样的大风险。投资房地产呢，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到买得起拿得住，杠杆要用到自己能承受的合理范围内。长期来看，我们对房地产资产进行风险管理，管理的是现金流风险。每一套房子通常推荐配置6个月左右租金的准备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 line of credit， 用来应对负的现金流和空置的情况出现。
这样呢，我们基本上持有房子的资产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如果你的收入不是特别高呢，可以考虑增加相应准备金。股票管理的市场风险是市场的涨跌，尤其是加了杠杆的股票投资是有爆仓风险，这两个风险的大小差的是很多的，管控压力股票也是大很多的。好，第5点，如何通过购买房地产实现财富自由呢？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东一句西一句，最后来讲讲最核心的重点。房地产和股票的对比体现了2个结果。第一，并没有多少人敢 all in 股票，但是其实很多人是 all in 房地产的，或者接近 all in 房地产，包括我本人。我周围投资买股票的人很神奇很多人都在水下处于亏损的状态，买了房子的人基本上没有人亏钱。第2个结果，周围买股票的人千万富翁基本没有，周围真正富有的人很多都是通过买房子实现的，包括我本人使用150万加币的初始资金买下了几十套物业，这是实实在在可以积累到前1%资产，成为千万富翁的正道。具体如何实现？简单的答案就是买10套房长期持有，用租客付的租金慢慢把贷款还清。目前多伦多的平均房价大约在130万，我们第一步要想办法买下10套房，这样的话就差不多拥有1300万加币的资产。这个资产当然是有负债的，所以你的净资产是没有到1000万的。我们买的过程中，前几套呢可以从小户型开始，后期慢慢可以变大，买齐了10套，也可以进一步卖掉小的换大的，卖掉旧的换新的，进行调仓。第2步就是当你有了1300万加币资产之后，想办法慢慢把贷款还清，还清了你就是千万富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持有房屋，认真的管理，用租客的租金慢慢把贷款还清。贷款的数额都是不断变小的，而租金和房价却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我们一般认为房地产的增值速度和租金的增值速度都是长期保持在2到3倍的通货膨胀率的，所以在这个算法下，一旦拥有了10套房，基本是可以保证实现今天同等1000万加币的资产，或者是等量代换30年后 maybe 5000万加币的资产。所以你一旦买进了前1%资产群体，通过买房子实现，不太容易被踢出来。具体是哪一些人可以分享这个巨大的福利呢？主体人群有2批人，第一批人是工薪中产阶层，第2批人是新移民群体。为什么是这2个群体？因为他们可以从银行拿到贷款，以相对较小的成本买下10套房或者接近10套房。整个财富计划最重要的外部参与者就是银行，银行不给批贷款，你基本就被这个财富游戏抛弃了。如果你能全款买房，那说明你本来就有1000万资产，你不需要用这个游戏来帮助你进入前1%资产的行列。被这个游戏抛弃的人群呢，是收入不太够的老移民，以及收入挺高但是不报税，老想着走现金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华人社区其实数量是不少的，你不想交税，到你需要用的时候就贷不到款了。所以呢，还是推荐大家要诚实纳税。当你确实被贷款买房这个游戏抛弃了的时候，但是你又有一笔钱的时候，可以退而求其次，考虑买股票或者保险。好，来具体聊一下第一个群体，工薪中产群体。为什么工薪阶层是10套房1000万资产财富游戏的主体？这要看加拿大贷款是怎么批的。怎么批的呢？遵循一条叫 B20 的算法。为了避免劝退观众，我也是不展开的具体讲，简单的说一下。大致的方法是根据一个人的收入和他的生活支出加上买房子的支出，收入和支出进行一个比例计算，费用是分子，收入是分母，最后算出来一个收入债务比例。有2种算法，
银行对 total debt service ratio 和 gross debt service ratio 两个比例有最低标准的要求。收入费用比，你如果卡住银行的要求了，你的贷款就批下来了；卡不住，贷款就飞了。这样讲可能还是很抽象，我再进一步近似的简化为，我们如果想通过收入贷款，每个人每套房可以贷款收入5倍。如果你的年收入是10万，那么意味着你可以每套房贷款50万，10套房呢一共可以贷款500万。如果你年收入只有3万，每套房呢可以贷款15万，10套房一共可以贷150万。这个近似的算法呢确实比较笼统，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想算得更细致的，我需要看一下每个人的收入和债务情况，具体分析。这边的贷款呢，我的算法都是根据5大行的要求来的，没有考虑使用次贷和 B-lender。次贷的利率太差了，等于主动放弃了买房子收益中最骚劣的一部分，也就是增值加租金和利息之间的这个利差。你用了次贷，基本上就等于在美国买房，真的意思不大，好吧？而且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如果达到最低要求12万的收入以及有15万的首付，就可以开始这个游戏了。我们可以20%的首付慢慢买到10套房，成为千万富翁。12万的收入呢，可以说是最低门槛，最好是可以有15万的收入和15万的首付。这个项目呢，主要适用于开始工作到退休前的工薪中产阶层。相信绝大部分双收入的夫妻在加拿大都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这个要求不是特别难。当你符合这个要求之后，就可以开始买房子了。每当你有足够的首付，就把它变成房子。有能力的情况下呢，年轻人要积极啃老，加快首付积累的速度。作为资深的啃老玩家，我要告诫大家，啃老要趁早，早啃啃得少。最开始的方法呢，就是用刚才上面提到的15万首付买一套自住房，让还房贷替换掉交租金。积累财富呢，一定要避免消费主义，租房子是最严重的消费主义。在不考虑外部获得资金积累的情况下，第2套房的首付来自于你的房屋升值， refinance 出增值的部分，再加上每一年工资的结余。比如说你买了60万的房子，1年后涨了5万，那么可以借出来增值部分的 80%， 就是4万。这1年中呢，你还还掉了一部分贷款，差不多5万多吧。这样的话，你一共可以拿到5万多块钱，还掉的部分是1万多，加在一起5万多。但这样5万多是不够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外部积累，还想自己积攒首付买第2套房，就比较难。这个时候你不能着急，你需要继续等。如果房子升值了10万左右吧，12万、10万，你差不多就能借出来10万。这个是增值加上还掉的本金，再想办法用工资攒3到5万，这样你就又可以买一套房了。我们可以发现，万事开头难，第1套房子不啃老的情况下最难，第2套呢可能又得几年，之后慢慢积累。当你有5套房子均值70万的时候，每年升值5万，每套房子可以出4万，这种情况你基本上每年就可以再出20万的首付，又可以有1套房子了。等我们买够10套房之后，可以把小的旧的房子卖掉，换大的新的房子来进行调仓，实现更快速度的增长。这个过程的积累呢，通常是需要花2到10年的时间的，要看你的收入和资产水平来决定。第2个群体是新移民群体，受到加拿大欢迎移民的国策的照顾，第1个5年内贷款的要求是相对轻松的，审批也比较容易。一般来说，可以 35% 首付买房，每个人可以买4套房左右。一对夫妻呢，理论上讲可以买8套房，我们可以在里面选1套房子当自住房。这个操作的主要难点是，第1，首付的要求比较高，它是 35%， 刚才是 20%。第2呢，就是你不能错过新移民黄金时间窗口。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你就买不到8套房。所以新移民群体一定要尽快下手。具体怎么操作，能买几套，收入贷款是更好算的，新移民贷款呢相对更复杂，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到4套的。
每对夫妻都能买到8套。主要的区别呢，也来自于你的收入情况、整体财富水平、首付到位比例和未来对增值和现金流的需求。我有很多新移民客户，他们有一些人只有资产没有收入，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推荐首付比例更高一些，40%到50%，尽量保证每一套房都是正现金流的房子。好，说了一大圈，最后呢，来说一下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如果你听明白了我今天讲的内容，觉得自己可以做，没有问题，我非常支持，也祝你好运。不过，如果有了我和我的团队，相信你可以更快速、更便利以及更省心的通过投资房地产来积累财富，因为我可以解决你的多个投资房地产过程中的核心痛点。好，第一个痛点，我到底该怎么样做财务规划？怎么做贷款？怎么做风控？我自己问的银行政策好像和 Norman 说的不一样。这对应着我可以帮你做的第一件事，财务规划。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战略层面的。我遇到过最频繁的情况，就是客户找了不专业的团队，把自己的贷款作废了，做成了贷款的植物人，导致没有办法继续买。如果你选了一个自己只有1套房的房产经纪人或者贷款经纪人，他怎么可能帮你买10套房？他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一个人可以买10套房，更不用说知道怎么操作。你一定要找经验丰富并且自己亲身操作过的人，才最有可能帮你想办法买到10套房。我每年给几百位客户提供服务，以及我自己有几十套房的购房经历，这些重要的经验是让你买房投资过程中可以顺滑柔顺的拿到贷款的根本保证。我处理每一位客户，一般最开始就会帮每个人具体规划一下应该怎么样买，怎么样贷款，按什么样的速度去买这10套房。我会帮每一个客户在各个银行之间找到最佳的贷款方案，并帮你拿到每个银行的优惠利率。怎么样最快速的买到10套房呢？需要5大银行打配合，有接近唯一正确金。我会给每个人建档，帮你记得什么时候可以refinance，什么时候可以继续买房。这项财务规划服务是我们整体服务流程中的一步，并没有额外的费用，对大家来说可以说是免费的。目前 Norman 的10套房俱乐部中呢，差不多有50多位会员，有7位会员已经毕业了，也就是买齐了10套房，或者是买超了10套房。剩下的合格会员呢，也都在不断积累中。大部分人的情况有下面这3种。第一种是收入比较高且稳定的年轻人，希望尽早进入这个千万的财富游戏，实现财富自由。第二类人呢，是快退休的收入比较稳定的人群，希望退休前把自己的贷款能力充分用掉，因为退休了就不容易贷到款。第3类是新移民群体，5年黄金时间窗口，过期不候。根据每个人首付积累和收入情况，最终完成10套房的战略呢，绝大部分人是需要2到10年的时间的。你的第2个痛点，怎么样买到满意的房子，实现更快速增值，同时兼顾风险。这也对应着我的团队可以帮你做的第2项业务，挑选满意的房子，买卖物业，实现价值最大化。刚才是战略层面的，这个是战术层面的。这边呢是我的油管频道，有兴趣呢欢迎大家也关注一下，相信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有个视频，是我2021年末总结自己在多伦多房产市场中买了6套房的经历，里面有具体的地址，也有具体的账目计算，相信可以给到你更多的信息。作为2021年做了265单生意的团队，这个体量相信在所有华人经济团体里是非常靠前的了。买房子方面，我会帮客户挑选质量非常高的房子。我的基本原则是，我只会给客户推荐我自己满意、愿意出钱买的房子。
我把这些房子呢称为 Norman Approved 的房子，整体质量是有保障的。目前为止 Norman Approved 的房子保持每一年跑赢市场 20% 以上。卖房子方面，2021年我们做到了 95% 以上的物业卖出了历史最高价。任何房子都会帮你做最好的推广，最大程度实现房子本身的价值。我们的财务规划和挑选物业是相辅相成的，做好贷款可以帮你更快速的买到更多的物业，买到质量高的物业可以帮你更快速的贷到下一套房子的贷款。我们的这个服务是真正的一站式的闭环服务，我们努力做到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第三个痛点，租客不好管怎么办？遇到租霸怎么办？管房子好烦呀，太累了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我们能帮你做的第三项业务，帮你管理物业。大家买房子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把买房子这个事情从被动的生意变成主动的生意，这样大家能累死，不具备指数扩大的可能性。你可能买3套买2套就累得不行了，跟各个租客打理起来太费劲今天换个灯泡，明天修个马桶。绝大部分房东自己管理物业也是经验不足的，不知道怎么跟租客打道，很多时候会被租客绕进去。租客甚至是有一些租霸，也不是谁都敢欺负的，一般都捡软柿子捏，找不懂的、经验少的、英语水平差的房东欺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客户自己管的房子更容易遇到租霸，我们管的房子租客通常都很温顺，这个事在人为。华人圈里做物业管理的人很少，大部分从业者觉得租赁管理是一个费时费力、不讨好利润微薄的鸡肋业务。许多大经济把赚钱的买卖业务做了，把费劲的任务留给客户自己了，导致大家觉得买房子管起来怎么这么麻烦？其实不然，本着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办的原则，也是为了给我的投资房客户、10套房俱乐部成员创造便利，免除后顾之忧。我从职业生涯初期就开始帮助客户打理物业，反正我自己的房子也是要管的。大家如果去我的油管视频频道糯米之家，也可以看到一个专门的 playlist， 讲到了一整套这个我的团队怎么管理租赁物业的方法论。无论是大家看了这个方法论，按照我总结的方法自己管，还是交给我们来管，都是可以极大的降低管理房屋的难度系数和成本的。目前我的团队管理超过200个租赁合约，其中有 50% 以上的人是不在多伦多的，真正做到了你来数钱其他的交给我们。我们管理房子的收费在市场上是地板价，费用基本上就是成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2020年和2021年连续2年都实现了管理物业业务上的亏损，都亏了1-2万块钱。对此呢，我其实是非常自豪的，因为我是真的给客户带来了便利和价值。管理这个服务呢，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服务，设计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的投资房的房东创造福利，就是按照打平成本为目标，而不是盈利去设计的。我们的整套服务买卖业务是主要的利润来源，除此之外，只有租赁和物业管理是有额外收费的，费用基本上就是成本。其他的增值服务像财务规划这些对客户来讲都是免费的。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每一个合格投资人成为房地产行业的甩手掌柜，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成为千万富翁，实现财富自由，帮客户把买房子最大程度简化成接近买股票、买基金的难度。君行其义，我行其难。最后呢，预祝大家早日实现财务自由。欢迎关注我的油管频道和小红书账号，相信呢你也可以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